本人啊，本人罗伊西、刘亚瑟和我们这个张麒麟，你们3个人本人，这个胆子最大的、第2大的、最小的啊。好，3位老师请答题。我们待会儿来看看他们3位觉得谁的胆子最大啊，在片场的时候。好，2位考生已经开始答题了啊。麒麟哥呢还在寻找这个答题的工具。哎，先别亮哈。好，谁是胆子最大的，谁是胆子最小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好，答题时间，可以把你们这个也写在上面哈。我们也好奇啊，在片场的时候其实要是这个代位想象的话，觉得应该是挺恐怖的片场，谁的胆儿最大，谁的胆儿最小。哦。好了，答题时间到啊！时间到，来，3位考生，3、2、1之后来一起亮牌啊！来，3、2、1，请亮牌。哎，我们分别看一下哈，哇，这个答题方式真的很抽象。我们一个一个看啊，先看一下，罗云熙、西西这个，第一觉得胆子最大的是麒麟哥是吧？麒麟哥，胆子第2的是亚瑟，最小的是本人啊。先来看看你们的答案，待会儿再说一说哈。看看亚瑟这个，你这个答题方式我有点看不懂。最中间的这个是觉得胆子最大的是你啊。然后我画了一个笑脸，就是因为我胆子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无所畏惧，然后也不知道危险，然后就会开开心心，然后去挑战。然后麒麟哥就是这个有点小皱眉，皱着眉头，有必要吗？哥，那可以吗？皱眉头是掩盖自己害怕是吧？然后最后胆子最小的给了那个七思哲。七思哲，他的表情是非常的平静冷静。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对，面不改色心不跳。结果他把胆子最小给了自己哈。对，麒麟哥这个是你这个答题也有点看不懂哈。胆子最大的是也是亚瑟哈，胆子中不溜秋的啊，给了罗伊西啊。胆子最小的大刘、中罗、小我。哦，有这个，答的都有点不一样，都不一样哈。我们一个个的说一说，为什么觉得把胆子最大的给了麒麟哥呀？先让西西来说一说。因为我记得麒麟哥上次有一次活动说，他现实中如果是去参加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密室的那种剧本杀，对吧？他就说他有时候就是胆大到会去揍人，是吧？然后就是这种的魄力以及胆量。然后亚瑟的话就是属于是那种完全不害怕，然后就会去反着去吓唬那些 NPC，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会非常的胆小，然后就是会被，就是一个是揍人吓人，这是揍人，这是吓人，我就是被吓被揍，就是这种态度。对，哦，就是最胆小的觉得是自己哈，觉得胆子最大是麒麟哥哈。OK， 麒麟哥是这样，现实中是这样哈。麒麟哥，你刚刚那个觉得是那个胆子最小的是自己，怎么到这儿你成了胆子最小的人了？对呀，为什么呀？就我感觉就我感觉我是你胆子小，因为长大了以后就是胆子就越来越小了，就是小时候你可以把手放到一个土洞里去，长大了就不敢了。越长大担心的事情越多。对，上有老下有小以后担心的更多，所以现在胆子越来越小了。哎呦，戏里戏外还结合了一下哈。但是亚瑟是给到说胆子最大的是他自个儿，就是在片场的时候胆子也很大，也很符合觉得祝清月在戏里边那个感觉也是胆子也挺大的。在一众这个男警当中，我们的这个祝清月祝副队长也是胆子贼大的。对，因为女孩子嘛，女孩子其实干刑警这个职业
很多时候身边都是男性。嗯那在一帮男性里面，女性为了凸显自己，其实往往是要更加勇敢跟坚强，且就是要更努力才行的。嗯不然就会很怕别人看不上你，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很多事情你做不了，所以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你怎么看在戏里面就是女生就是像朱清月从事刑警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朱清月就是至少，无论是朱清月还是我心目中的女刑警的形象，她是有3重透镜的。就是第一重是显微镜，显微镜就代表着这个人要非常的细腻，然后观察仔细，然后要细心。第2重是消音器。小嘴巴闭起来，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不说，然后什么话要怎么说，然后并且要很多时候你要主动的去收敛自己身上的气场，你要跟不同的人对话时要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对，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很有感触，特别是在审讯的时候一些专业的技能哈。是，然后还有第3重。第3重也是最重要的吧，就是暖光灯，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性，就人性的这个温度是很重要的。就像里面有很多时候的，就是有一场戏，我去安慰那个小男孩的，在那个保险案，对，我要跟他产生某种共情嘛，所以我在安慰他的时候，我会揭露自己曾经缝缝补补过的伤，对，把它这里掏出来。对，这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待会儿时候可以再聊一聊，就根据下一个视频的时候，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你的职业跟你的人性，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这种交织的一些这个过程哈。OK，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个视频是什么哈，来一起看一下下一个视频。哎呀，这几个案件又重新看了一轮哈，我不知道现在看完我们刚刚这个短视频回顾之后，你们觉得一下又对哪个案件触动，一下又想起来了哈。西西先来聊聊，你对哪个案件一下就印象比较深了，一下想起来。其实我觉得在剥茧当中，每一个案件它都会让人产生一些思考，然后就觉得，特别是当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更加的感慨吧。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个案件背后它的凶手也是童年的创伤、社会边缘化的受害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案件背后可能都是一个社会伤口结出的恶果。对，就会让人产生一些思考，就是说真正的真相以及背后的感情，这两者之间如何去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分析吧。这种东西也是当初剥茧这个剧本触动我的地方，就是它不仅抽丝剥茧的探案，更有案件背后的一些对于人性的思考以及思辨。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能说哪一个案件最让我感触，而是我觉得这每一个案件都是整个剧组精心铺排的其中一环，然后也是每一个案件都能够触动我内心。对，因为他每一个案件就把个人的私人情感跟社会现实结合在一块儿了，就很有代入感，对吧？OK， 好，亚森，你觉得呢？你对哪个案件印象比较深刻？这6个案件里边？
我觉得齐法医说的对啊，其实每一个案件它都展现了不同的人性。那这样的事件，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应该通过这些故事，然后杜绝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更多这么悲惨的事情吧。对，特别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保单的那个案件，我看今日说法还作为这个报道了它，确实有很多的。我觉得看了那个案件之后，会很警惕自己每个人哈，说一定不要进入到这种案件当中，这种错误当中哈。对，麒麟哥你呢？你对哪个案件现在想起来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同不上。和珅小分队就是同不上哈。OK， 好了，我们说了这几个案件之后，大家说这个每次看案件的时候，特别是中午更新完来不及看到晚上看的时候，都有点害怕。你们对这些比较害怕的小伙伴们有什么建议没有？就是怎么去看它才这个觉得不会害怕的点才少一些？你自己不要做就行，自不要做，犯错，自己不要犯错。问心无愧。网友们给你们一个意见，说可以在看的时候呢，可以做那个花园宝宝的那个玛卡巴卡阿卡。哦，我知道那个。就边做的时候边可以做这个，然后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感觉惊悚感就减半了很多，就觉得可以这个顺利在看这个剧情了哈。哎，你们要不要试试这个玛卡巴卡阿卡？不是啊，边看然后还要边唱吗？怎么？西西要说什么？其实反过来说啊，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起个事儿，就是我爸爸他也在追这个剧，然后呢，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是，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悬疑推理的爱好者，他们其实并不介意这种悬疑剧当中有一些这种恐怖的这种惊悚的成分在里边，反而他们是特别希望有一些这种惊悚恐怖的这种成分加在里面，这样子的话会更加的有代入感。所以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恐怖惊悚的部分，反而是这种悬疑剧比较出彩的部分。对，大家如果觉得害怕的话，就是如果说就可能是就只是我们看波姐来下饭，然后突然被吓到了。这部分观众的话，那确实就是可以巴卡跳一跳，来缓解。对，但是如果说你喜欢这种悬疑剧的话，我估计就会刺激你的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对，其实看着很嗨，对不对？但是有胆小的小伙伴可以来给他们一个玛卡巴卡，我们3个人一起试一下，好不好？来，3、2、1，玛卡巴卡，是这样吗？对，剪刀手们在看剧害怕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段拿出来看看哈，一下就消减了看剧的恐惧感。OK， 好了，妈妈、爸爸，我们来一起看。对，妈妈、爸爸一起看，一起来的。妈妈保护我。好 ，OK，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个视频哈，来一起来看看下个视频。一个是你师哥，一个是你师哥，一个是你师弟。评论区里面说韩队是光彩吗？要大声的说出来，对吧？对，大家评论区里面有在说在替那个齐思哲喊话，对那个韩队说那韩队这光彩吗？你要这么大声的说出来，对吧？伤害指数最高的还是齐思哲，齐思哲来说说吧，这叫该叫什么叫师门不幸啊？对，好像就是案件查到最后了，都是自己身边人的嫌疑最大，然后好像就是说又扯到这个开篇那个什么要开始投凶手榜，然后齐思哲又要上榜的那个阶段。对，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闭环吧，就是
案件的开始，最开始的故事的这个开端，它就是从你身边的人开始的，所以查过去查过来，最后还是会回到你身边的人。那这也是就是这个案件比较好看的部分，就会让主角自己深陷其中，然后让自己也是心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对，有看网友说吗？说目前齐思哲身边0个好人。没有啊，像韩队、兔队就是大大的好人啊。这俩人被齐思哲排除嫌疑了，都是好人哈。反而是这2个人开始怀疑齐思哲，是不是？我们也不想怀疑的。播到现在一个圈儿嘛，查过去查过来，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一个闭环哈，对，让这个韩队来聊一聊吧。韩队刚刚那番话说，你看什么制毒的是师弟，贩毒的是师兄，是不是也对齐思哲挺担忧的这个事儿？站在你的立场上，对他来说，对，就在一个毒窝里嘛，对，然后他的这些同门师兄弟们就是静静的看着他在他们的面前一直在那儿摆来摆去的，就默默的看着他在那儿挑战，四川话挑战，就看着他自己在这儿发挥，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带入齐思哲在中间是吧？这难极了，对吧？难极。哎，但是带入齐思哲，我觉得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因为从查案一开始，你看是女友小飞的离世，然后查到后面，师兄师弟都是自己亲近的人，这个过程你觉得他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可以聊一聊齐思哲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在这个中间他的感受，他会后悔吗？他当然不后悔，因为无论真相如何，探寻真相这件事情的过程本身就是齐思哲一直所追求的，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对，但是当真相指向自己身边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心情很复杂，内心同样的也很煎熬。对，因为我觉得，他与身边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之情开始出现裂隙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是还蛮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和真相做对比的话，我觉得他也不后悔，他必须得过自己的这一关。就像波姐一样，他必须得剥去自己内心的这一层防线，然后让自己去接受这个真相。对，因为作为法医，无论真相如何，探寻真相这件事情的本身，他绝对不会负。对，希望后面的剧情对齐思哲和我们合成小分队都好一点哈，希望是这样哈。OK，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下一个视频。